好多姐妹都想吃100%的全麦吐司，但是全部放全麦做出来的吐司就是干硬，或者吃起来特别拉嗓子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吐司，就是有点发过了。你看它这个角了吗？就是那种特别尖的角，这种就是发酵的时候发过了。所以烤的时候烤的不是很高，但是组织还是挺好的，吃起来也是特别软。要想做出不干硬而且好吃的全麦吐司，我感觉面粉也很重要，还有就是加烫种。我又来给你们推荐烫种了。这个烫种我就觉得它用法简单，做法也特别简单，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是用开水把面烫好了，放凉就能用。这种吐司或者是软面包，你加了烫种以后，它就是吃起来柔软湿润，放3天都不会变硬。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，就是适合手揉，如果没有厨师机的姐妹，我建议你们都试试。我今天做的是无糖的全麦吐司，我把具体的和面比例还是打在公屏上。如果你和我一样的面粉，那你就用一样的比例就行。如果是其他的面粉，那你就要看你面粉的含水量。做吐司或者是软面包，它这个含水量都是挺高的，所以用刮铲搅到没有干粉就行，放到冰箱里冷藏水和1个小时，拿出来再用。现在面团水和好了，拿出来它就是一个粗模状态，稍微的揉一下就能加盐和黄油了。盐差不多就2克，黄油15到20克。如果你觉得油多的话，那也可以再减量。有好多减脂的姐妹就会问我，这个黄油可以不加吗？其实我觉得黄油多少都要加点，就是你不加15克可以加几克或10克，因为它起到的作用我觉得还是挺大的，它能改善口感和质地，就是润滑面筋。这样面包烤出来，它这个组织是特别柔软细腻，而且拉丝效果也特别好。还有一个就是它能锁住水分，不容易变干。加了盐和黄油以后，就是把它揉一下，揉的让面团把黄油吸收了，然后觉得特别黏就摔，最后就是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，这个时间大概就是3分钟。摔到表面光滑以后就可以加酵母了，我用的酵母就是鲜酵母，不管是干酵母还是鲜酵母，都用3到5克的牛奶把它给化一下。加了酵母以后，这个面团会变得更烂，还是要搓一下，搓的感觉牛奶被面团吸收了，还是摔。同样的方法，3分钟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。到了最后一步就是用擀面杖砸，这个砸就是3到4分钟。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比较高，你砸的时候有可能它就沾擀面杖，那你就在面团的表面少拍一点干面再砸。砸的过程中如果还沾，那就是再少拍一点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够了。然后我再给你们拉模看一下，最后就能拉出这种特别薄的手套膜就可以了。砸好了，现在把面团收圆了。我做面包都是1法，所以直接把它搓圆，分成等份的剂子。每一个小剂子也是把它搓圆了，然后放着松弛10到15分钟。如果松弛的过程中怕面温升高，那就放到冰箱里冷藏松弛。每一个小剂子也是把它先拍一下，然后从外向中间收，把它收圆了，然后把底部捏严，搓圆，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松弛时间到了，就能做第1次擀卷了。这个也是面团比较黏的时候，你就是往揉面垫上少拍一点干面，还有就是面团的表面也少拍一点。擀就是把它擀成一个牛舌状，然后翻面，让光滑的面朝下。擀的差不多，长度差不多了，就从上往下卷。卷的时候也是不要卷得太紧，边上有气泡的时候把它给拍破了。到最下面的时候扒薄，然后把接口的地方捏严。卷的时候，其实它这就是按照面团的这个劲儿往下卷就行，不用卷得太紧和太松，太紧就影响发酵。所有的都做好了，还是放着松弛10分钟。松弛好就能做第2次擀卷了，还是少拍一点干面，然后从1/3处往上推和往下拉。往下擀的时候，如果怕下面擀得太宽，那你就提起来擀，还是翻面，让光滑的面朝下。这样翻过来，你觉得长度宽度不合适，就稍微再擀一下。卷的时候也是从上往下卷，卷到下面扒薄。然后把接口的地方捏严了，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所有的都做好了，现在就是放到烤箱里发酵。我定的是35度，发了1个小时。发酵的时候，如果烤箱没有加湿功能，那你就放一碗热水，温度在60到70度就行。发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其实我今天发的就有点大，现在刷一层牛奶或者是蛋液也行。烤箱提前预热，上火160，下火170，我烤了35分钟。再和你们说一下加盖锡纸的问题，这个就是你觉得颜色满意了就可以加。虽然没烤高，但是它的组织和质地还挺好的，吃起来也是特别软。